小飞，我们现在算是朋友了吗？居然偏头问着小飞。商小飞也看了他一眼，又专制地开着车。他笑道：我们已经是朋友了呀，还是邻居呢？居然静静地看着他的侧颜。她是个明艳的女孩子，她的美是张扬的。那我能问你一个隐私问题吗？你问问，我认为可以回答你的就回答你。不能回答也请你见谅，每个人都有保护自己的隐私权。居然笑了笑，说道：哇，我想问问你喜欢什么样的男人啊？除了战少那种。商小飞追求战印的事，居然自然也知道，毕竟他和战氏集团交好，就深度合作。再加上商小飞当初追求战印的时候非常高调，居然想不知道都不行啊。商小飞沉默。小飞，对不起啊，我就是纯粹好奇。我觉得你是个很好的女孩子，战少不喜欢你，不是你的问题，是他遇到了他的菜。居然赶紧道歉，认为自己揭了商小飞的伤疤。没事，对战印，我早就死心了，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，我都能够坦然面对他。他也没有对不起我什么，因为他从来就没有喜欢过我，也没有接受过我的感情，更没有许下任何承诺。我和战印之间不过是我的一厢情愿，但我不觉得我追求过他是错的。优秀的男人会有很多女孩子喜欢，那是很正常的，就像优秀的女人同样有很多追求者一样。男追女隔座山，女追男隔层纱，我不过是扯下了那层纱罢了，做了很多女孩子想做但不敢做的事而已。虽然没有结果，不过我不后悔啊。商小飞说着又笑道：我知道很多人都好奇，战印喜欢的女人是我的表妹，我跟我表妹会不会反目成仇？我这脾性不太好，不少人都在猜测着我会不会憋着大招来对付彤彤。我们这个圈子里没有人当着我的面说，但等着看热闹的人不少啊。可惜啊，我让他们失望了。虽然战印选择了彤彤，不选择我，让我很失望，但我也有我的骄傲。你不选择我，我接受，我放手，我不纠缠。商小飞又不是嫁不出去是吧？这天底下的好男人又不止战印一个，况且战印也有诸多缺点的，彤彤都被他伤害过呢。我觉得吧，还是彤彤适合战印，我不适合他。因为若是闹矛盾，我和战印肯定会打起来。因为我们都是骄傲的人，我做不到冷静，不跟他打得你死我活不罢休。彤彤在处理他和战印的矛盾时，他比我冷静多了。哪怕在战印坦诚身份，他最生气之时，他处理的都比我好。商小飞说到这里，又偏头看一眼君然，君然也在看他，两个人的视线撞了一下。商小飞就看着前方的路了，他在开车，不能分心。我觉得战家其他少爷也是个好男人，不过我不会再考虑战家的男儿，战家的男儿也不会考虑我，因为我追求过战印。君然，你兄弟几个都结婚了吗？我妈说嫁人要看原生家庭。哇，你们家的家风和战家的一样好。君然笑道：你能看得起我君家的兄弟，我很开心。不过我上面的几个哥哥都结婚了，底下的弟弟们年纪比你小，你大概不会喜欢姐弟恋的。君家的少爷们也就是1、2、4结婚了而已。商小飞没有关注风尘山庄的事，君然说什么他就信了。两个人聊着天，很快就来到了管城大酒店门口。商小飞不想把车停在地下停车场，就在酒店门口转了一圈，寻到了一个车位，他把车停在那个车位上。下车时看到旁边的一辆豪车，他愣了愣，那是他大哥的车呢？大哥又来了管城大酒店吗？商氏集团旗下呢也有5星酒店，商无痕以往和客户谈生意都是在自家酒店里，上一次一位重要的客户是在管城酒店住着，商无痕才会踏足管城大酒店。怎么了？居然看到商小飞盯着旁边那辆车看着，关心地问了句。没事，就是看到我大哥的车了。哎，这辆车就是我大哥的。君然，咱们去喝咖啡吧，速度快点，喝完就走了。我大哥谈生意应该没那么快的。
我们俩速度快点啊，不会被我大哥看到。商小飞说着，扭身就朝酒店里面走去。君然跟上他的步伐，与他肩并肩走着，问他：你怕你哥看到我们俩一起喝咖啡？不怕，但不想我大哥误会。君然笑了笑，也是，他们一个未婚，一个未嫁，一起喝咖啡，谁看到了都会误会，怕什么来什么。两个人啊，刚走到酒店门口的旋转门前，这迎面就遇上了商无痕一行人。商小飞的本能反应就是转身走人。商小飞，商无痕一声低喝。已经转身走了2步的商小飞又转过身来，笑嘻嘻地叫着：大哥，真巧呀。商无痕看了看君然，板着脸问着妹妹：你来这里做什么呀？妹妹还是和君然在一起的。既然被大哥看到了，商小飞也不躲躲闪闪，老实的道：武少请我喝咖啡，他平时都是在这里喝的咖啡，所以我们就来这里喝咖啡了。商无痕又看向君然，君然温笑着解释：商总，我的房子在装修，商小姐给了我不少建议，我感激她，就请她出来喝杯咖啡，我没有恶意的。她当然没有恶意，她只是有深意。商无痕不是很相信的样子，但当着那么多人的面，他又不好多说什么，只得对妹妹说道：喝完咖啡就回家了。又对君然说道：君武少以后若是有不懂的地方，可以向我请教，我们商事涉及房地产，这方面的事我比小飞有经验。君然还是笑得温和，那我以后就去打扰商总了。商无痕与君然对视了片刻，说道：只要我有空，能帮到武少的我都会帮的。武少，我先忙。商总请便。商无痕深深地看了妹妹片刻，先送着客户上车，又让自己公司的高管回公司，他转身往回走。妹妹和君然一起喝咖啡，他不放心。商小飞不知道大哥去而复返，他和君然进了酒店1楼的咖啡厅后，君然给他叫了一杯果汁，他则要了一杯咖啡。哎，现在喝咖啡，你晚上会不会失眠啊？那商小飞还叫了几样小点心。不会，我们这些人工作量太大，不喝咖啡没有精神撑到深夜。他的工作行程也是排得满满的，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。要是有机会解决人生大事，他自然能挤出时间来当个贤总的。小飞，两个人才聊了几句，商无痕进来，看到两个人坐在临窗的位置，他边走过来边叫喊着自家妹妹。商小飞扭头看到走过来的大哥，有一种被家长抓包的错觉。不对，刚才在酒店门口遇到了。大哥是知道他和君然喝咖啡的，他心虚什么呀？这样想着呢，商小飞就大大方方地帮大哥拉开了一张椅子。等大哥坐下后，他问大哥：大哥，你喝什么？商总。君然就微笑地打招呼。商无痕瞟了他一眼，对妹妹说道：哥刚才喝了不少的茶水，现在不想喝什么了，坐坐就行。商小飞便把自己叫的点心推到哥哥面前。这商无痕并不吃点心，他就是存心坐在这里当电灯泡的。君然很优秀，商无痕欣赏他，也想和风尘集团合作，但君然选择了和战士集团合作，他和君然便没有深交。如果君然是管城的青年才俊，商无痕就很乐意看到妹妹和君然在一起。可惜君然是 A 市的人，两座城市距离挺远的，自驾车全程高速都要7-8个小时的车程，太远了。就一个妹妹，商无痕就舍不得妹妹远嫁，趁两个人八字还没有一撇实，他就不着痕迹的阻拦，免得妹妹陷进去。武少，你当初是怎么想到买下那栋大别墅的啊？商无痕找着话题和君然聊天。你也不缺钱，完全可以买新的大别墅，没必要买一栋二手别墅的。君然说道，那栋房子虽然是二手的，但占地极广，交通便利，安全系统级别高，左邻右舍非富即贵。要么就是大明星，不仅仅是我想买，商总不也想下手啊？商无痕噎了噎，他当初想下手是想着离自己家里近，买下来后
再和自己家连在一起，那样自己家就能扩大1倍。君然却是 A 市人，在管城也有一栋常住的别墅。商无痕觉得他没必要再买一栋这么大的别墅，除非君然打算在管城落户安家，或者君然想炒房。武少啊，有房子住呀。商总也有房子住。君然笑道：我不差钱，想买房子就买房子。我确实是挺喜欢那栋房子的，喜欢就买了。他们有钱人呀，哪一个只有一栋房子的？各个名下呢都有不少的房产。他用这样的问题来问君然，站不住脚。武少有没打算在管城落户？商无痕想着君然要是成了管城人，他很乐意妹妹和君然发展成为一对儿的。以妹妹挑剔的眼光来看，能被他看上的男人很少。他们管城那么多青年才俊，也就战家的男儿能入得妹妹的眼。因为战印和海童的原因，小飞是不可能再嫁入战家的。其他豪门少爷，不管是能力还是地位，亦或颜值，都无法和战家男儿相比。君然倒是各方面很优秀，又是大家族出身，与他们商家门当户对。主要是妹妹与君然合得来。我负责着我们风尘集团在管城的所有生意，长期都是待在管城，这跟落户在管城没什么区别了。偶尔回风尘山庄，我都像个客人一样。我妈常说我把风尘山庄当成了酒店，住上2晚就走。商小飞把手缩到桌子底下，戳了戳大哥，然后挨近了大哥，小声说道：大哥，你老问君然那些私人问题，显得太唐突了。你和君然又不熟，他和君然也就是见的次数多了几次后才熟悉一点。商无痕就看着妹妹，他就对君然没有一点想法。他这是提前帮他打探消息。想到小飞追求战印，最后落得一身伤，以及别人的笑话，商无痕心疼之余，也理解了妹妹对君然没有想法，是怕又一厢情愿吧。君然也没有流露出感情，恐怕呢是他多心了。这样想着之后呢，接下来呢，商无痕就不怎么说话了。虽说2个男人都是大总裁啊，由于君然和战氏集团深度合作，商无痕自然不会和君然说着生意场上的事，防着呢。但商无痕也没有离开，一直待到商小飞的果汁喝完，点心吃完。小飞，你今天不去找海童讨论你们投资的事吗？商无痕提醒着妹妹该走了。商小飞看看时间，说道：今天不去了，明天我再过去找彤彤和小军。哥，你公司不忙？忙啊，还不是为了守着他。哥忙的话，先去做事，我送君然回去。商无痕，你送。君然适时的插话进来，他笑得有点不好意思。我是坐着小飞的车过来的。商无痕觉得他的笑容太刺眼，他很不喜欢。武少可以打车回去，或者在这里略等片刻，通知你的保镖和司机过来接你。哥，我也是要回家的，顺路送他回去。他的保镖和车子都在他的新家里，我们回家还要路过他家门前呢。不管商无痕有多郁闷，他最后还是站在他的车子前，目送着妹妹载着君然走了。君然到底什么意思？他对小飞有意思吗？笑得像只狐狸似的，我这么深的道行都摸不透他。商无痕叹气，为了妹妹也是操碎了心。以前小飞痴恋着战印，他反复相劝，也是愁得不行。现在小飞和君然走得近了点儿，君然对谁都是笑眯眯，很温和的样子。也不知道是不是有意思。还是愁得不行呀。商小飞现在对君然是没有其他想法的，君然则像他回答商小飞的问题一样，他喜欢看到小飞，但是不是爱他还没有确定。那用他的话说，他在恋爱这方面啊没有经验，那没有摸清自己的感情时，他不会贸然行动。还有商家呢，似乎不愿意让小飞远嫁到 A 市去。管城中学门口，几辆轿车就从外面的大公路拐入了校门口的小路，然后在距离学校门口几百米远的地方停下来。为首的那辆保镖车下来了一名保镖，保镖替车后座的人拉开了车门。
冷声说道：“大小姐，管城中学到了。”宁云初默默地抓起了放在身边的盲人拐杖，再摸到了放在旁边座位上的几样礼品。礼品是宁太太准备的，备了什么宁云初不知道。她是被宁太太从花店里接过来的。第二辆车是宁太太的专车，她按下了车窗，示意那名保镖进前。等到保镖进前了，她说道：“跟他说，从下车的地方往前走300多米，左手边第一间店便是海童的书店。”保镖恭敬地应着，再回到保镖车前。宁云初已经拿着那几样礼品，摸索着下了车，站在那里呢，一时找不着方向。他初一、初二和初三第1个学期是在管城中学念的，但没有毕业就转到了这特殊的学校去，因为他失明了。转学后，他已经10年没有来过管城中学。听说学校扩建了，也修建了很多新的教学楼、宿舍楼等，管城中学已经成为管城最重点的学校之一。他记得以前的学校门口就也有很多商店的，听说能在校门口开商店的人都是不简单的，背后有靠山，并不是谁都能在校门口开店。这战家大少奶奶却在这里开了好几年的书店，不是倚仗战家的吧？大小姐，从这里到书店距离300多米，书店在左手边第1间店。保镖把宁太太的话转述给宁云初。宁云初，记住我跟你说的话，好好的替你妹妹求情，不管思琪做错了什么，她都是你亲妹妹。宁太太冷冷地提醒着宁云初。他夫妻俩呢，去战氏集团求见战印，但战印不见他们。未经战印同意，他们也不敢随随便便来打扰海童，就怕战印怒上加怒，他们的宝贝女儿放不出来。那宁太太只能利用她最讨厌的大女儿了。我会向战大少奶奶表达歉意的，但我不敢保证战大少奶奶会原谅思琪。宁云初愿意来一趟，是觉得海童会与宁思琪结怨，都是因为他。亲妈去店里对他说，要他来找海童替妹妹求情，他才会过来。他想向海童道歉，是他连累了海童，你必须要让他原谅你妹妹，不要起诉思琪，否则你妹妹的一生都毁了。被拘留15天，宁太太觉得等上15天就能见到女儿了。但海童要是起诉他的宝贝女儿，他的女儿被判刑的话，一生就毁了。要是海童不原谅思琪，不保证不起诉思琪，你就求他，一直求，跪下去求，就求到他答应你为止。别忘了，这些事情都是因你而起。宁太太说这些话的时候，那看宁云初的眼神，那是恨毒的眼神。这个女儿是她怀胎10月生的，但她不爱这个女儿。她当初恨不得掐死宁云初，是她现在的丈夫劝住了她，勉强留下了宁云初，她也无法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。明明是她所生，可她对这个女儿就是提不出爱意。前夫死后，宁云初还是个不懂事的小娃娃，小孩子哪有不黏妈妈的？每次宁云初哭喊着要她抱，她充耳不闻。要是心烦了，还会一脚把宁云初踢到一边去。保姆都吓坏了。可是她越讨厌宁云初，就不管她是打还是骂，甚至踢了宁云初。小小的玩还是哭闹着叫她妈妈抱抱。在前夫死后，她不必再装模作样，自是不可能再抱宁云初，命令保姆把小丫头抱走，不要在她面前出现。她讨厌看到大女儿的那张脸。宁云初是集合了父母的优势来偿，她既像她亲爸，也像宁太太，但宁太太就是对她喜欢不来呀。保姆带着宁云初的时间长，对小丫头有感情，担心宁太太突然发脾气把宁云初踢死。后来只要宁太太在家，保姆就想尽办法哄得宁云初在外面玩，不与宁太太相见，免得宁云初就哭闹着要妈妈抱。慢慢的呢，宁云初就不再渴望妈妈的怀抱了，她只跟带着她的保姆亲近。但后来宁太太发现她和保姆情同母女后，便把保姆辞退了。宁云初哭着求她不要辞退保姆，甚至跪下来求她都无济于事。宁太太就是那样厌恶着宁云初，因为她不爱宁云初的亲爸，她爱的
想嫁的人一直是现在这个丈夫，但她父母相中的却是她的亡夫，被逼着嫁了一个自己不爱的男人。她对宁云初这个女儿就疼不起来。宁云初看不见亲妈的表情，但她能感受得到亲妈看她的眼神又是充满恶毒怨恨的了。那种眼神总让她遍体生寒，每次感受到寒冷时，她就知道亲妈用着恨不得弄死她的眼神瞪她了。我尽力吧。宁云初轻轻地说了句，便拄着拐杖，提着几样礼品，慢慢地往前走去。早在她懂事起，她就不敢再奢望母爱。妈妈不喜欢她，甚至厌恶她，恨不得她去死的那种。保姆阿姨常跟她说要远离妈妈，不要去接近妈妈，否则她会被妈妈打死的。她对亲爸没有任何的印象，因为亲爸死的时候，她还没有断奶粉呢，妈妈厌恶她，唯有带着她的保姆对她好。她从保姆阿姨身上尝到为数不多的温暖、关怀、母爱。可惜后来保姆阿姨被妈妈辞退了，她哭求都没有用，没有了保姆阿姨的照顾，她只能靠着自己，在宁家大宅里艰难的生存。没有了保姆阿姨的照顾，她慢慢的生病，病到要死的地步，妈妈也不送她去医院。如果不是远嫁的小姑姑回娘家，发现她病重送她去医院，她失去的就不只是光明了。宁云初捏紧了一下拐杖，又深呼吸几下，告诉自己不要去回忆，告诉自己要忍住，等她完全恢复光明。重重地叹了口气，她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完全恢复光明。现在她还和个瞎子没什么两样。拉回了愤恨的思绪，宁云初平静下来。从她下车的位置到海童的书店，有300多米远的距离，她需要走多少步呢？宁云初曾经让店员帮她量过她的步伐，因为她看不见嘛。步伐小，1米的距离她需要走上4步。300多米远，没有确切的数字，但最少也要走1200步。那宁云初在心里默默地数着步数，走得很慢。宁太太也不管她走得快与慢啊。按回了车窗后，宁太太打电话给丈夫，在丈夫接电话后，她就说道：老公，我让云初去见海童了。宁总嗯了一声，说道：你要好好的和云初说话，那样他才愿意替思琪求情的。我让他做什么，他敢不做啊？宁总一噎，接不住话。老公，你再找找关系，看看能不能把思琪先捞出来。他打小就娇惯了，在里面怎么受得了？我想着他在里面受苦，我就心如刀绞。都是宁云初害的，要不是因为他，那个姓海的也不会和思琪结怨。思琪受了委屈才会去找姓海的算账，却策划不周全，被姓海的抓到了把柄。我真不恨宁云初去死，他怎么不死呢？老婆，宁总在电话里无奈地说道，现在就不是说气话的时候。你心里难受，心疼女儿，哎呀，我理解的，我也心疼呀。先看看云初做的怎么样吧。要是姓海的不肯放弃起诉，再另做打算。宁太太压下心里的怨恨，嗯了一声。你忙吧，我就是跟你说一声。宁太太说完就挂了电话。海童并不知道宁云初来了，不过跟着他的2名保镖是搬着2张凳子坐在书店门口的，他们很快就看到了宁云初，同时他们也收到了隐身在暗中保护大少奶奶的同事发来的信息，确定了宁云初的身份。1名保镖起身走进了书店里，在电脑前工作的海童听到脚步声，视线从电脑屏幕上移开，落到保镖身上，温和地问着：怎么了？大少奶奶，宁家大小姐来了。海童微愣一下，问道：宁云初来了？她在哪里？在走过来的路上。想到宁云初看不见，海童马上起身，绕出收银台就往外走。彤彤，谁来了？沈小军一见好友出去，把看了一半的和尚塞回书架上，就跟着海童出去。宁家大小姐，她看不见的呀。哦，沈小军错愕呢。盲人呀。是不是你和小飞帮过的那个宁小姐？这沈小军想起来了，问道。
海童边走边嗯了一声。他走出书店，果真看到一个人慢慢走着。哇！校门打开，有辆车从学校里开出来，往左转，正是朝宁云初的方向驶去。那司机看到走在路中间的宁云初，按响了车喇叭。宁云初赶紧往旁边避去，因为看不见，又因为心慌避得太急，他还跌倒在地上。等到车子远去，他爬起来时却乱了方向，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了。很快，他听到了有人小跑过来，听脚步声应该是女人。宁小姐，他听到了有2分熟悉的叫喊声，好像是海童的。宁小姐啊！海童小跑过来，弯腰伸手扶起了宁云初。宁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还真是海童。宁云初在心里想着，保镖说的话不准确啊。要是距离300多米远，海童不可能这么快发现他的到来。估计海童的书店就在这附近吧。沈小军帮忙捡起了宁云初的盲人拐杖，还有那几样的礼品，是2盒保健品以及2套护肤品。海童没有问宁云初为什么会在这里，他和沈小军先把他扶回了书店，让他坐下后，海童看了看那几样礼品，问他：宁太太让你来的？宁云初轻轻地嗯了一声。沈小军给他倒来了一杯温开水，递到他手里，他接过，向沈小军道谢。哎，她是沈小军，我好闺蜜。海童替宁云初介绍了沈小军。宁云初是通过沈小军给他递水时确定沈小军的方向，他面朝着沈小军，微笑地问好：沈小姐。沈小军看着她漂亮的小脸，觉得这么漂亮的女孩子是个盲人，太可惜了。等宁云初喝过了水后，海童淡淡的道：宁太太是想让你过来替宁思琪求情。她自己怎么不来？战少不允许他们来打扰你。他们都是去的战氏集团，但见不到战少。宁云初并没有隐瞒，他也无需替那对夫妻隐瞒，哪怕他们都是他的亲人。他说这件事是因我而起，必须我来摆平。大少奶奶，这件事的确因我而起啊，是我连累了你，把你卷了进来，真的很对不起。宁云出面朝着海童，一脸的歉意。由于他总是戴着墨镜，海童看不到他的眼神，他眼睛看不见，也没有眼神可言。上次见他没有戴着墨镜，一双大眼睛瞧着非常漂亮的，就是没有神韵。不是你的错，是我看不过眼，多管闲事的。我不后悔我做过的事情，不管会给我带来什么后果，我都接受。海童温和地道：宁小姐，你也不必愧疚，这件事错不在你，也不在我，错在宁思琪，是她心太狠，做事太疯狂。哪怕你们不是一个爸的，却是同一个妈生的亲姐妹，她那样对你，我一个外人都看不过眼。宁云初的脸上没有伤感之情，她还是那副淡然的样子，可能是被伤害的麻木了吧。她呢，已经不是10年前的宁云初了。她让你过来说什么？宁云初轻轻地吐出话来，请你不要去起诉她的宝贝女儿。海童冷笑：我为什么要放过宁思琪？那种人，他不会认错，也不觉得自己有错的。宁云初默了默后，放下了那杯温开水，然后从裤兜里摸出了一张银行卡。他把银行卡放到了海童的面前：大少奶奶，这是我大伯托我转交给你的。银行卡的密码他改为123456了，里面的钱是赔给你大少奶奶你买新车的，以及给大少奶奶的精神损失费。海童把那张银行卡放回到宁云初的手里，淡淡的道：你回去跟你大伯说，赔给我的新车，是新车，不是钱，精神损失费。等我起诉宁思琪的时候，自然会一并索赔。到时候法院支持我索赔多少，我就要他们赔多少。这件事海童已经报了警，交给警方处理，他不会私下向宁家索赔多少钱。他被砸坏的车子，宁家赔偿他一辆新车，他会接受，不过只接受同等牌子的新车。那辆车也是去年秋才买的，也才开了半年不到。
宁云初默默地把银行卡揣回了裤兜里。海童也沉默了一下，语气缓和了很多，问他：宁小姐，我坚持起诉宁思琪，你在宁家能过下去吗？也就艰难点吧，不过我在那个家生活一向如此，不管大少奶奶是否起诉宁思琪，他们对我都是那个态度。宁云初平静的道：大少奶奶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不用替我考虑，这件事说到底还是因我而起。大少奶奶是帮我，就我才会惹上宁思琪。宁思琪花钱请人拦路砸车伤人，是他的错，犯了错理应受到惩罚，我若是替他求情，我对不起大少奶奶的援助之情啊。除了我小姑姑，已经有10年没有人这样帮过我了。他宁愿回去跟他们吵，跟他们斗，也不愿意为了宁思琪哀求海童放弃起诉。他最后面那句话听得海童就心酸至极。宁云出生在富贵家庭，那又如何？他亲爸早死，亲妈比后妈还要心狠手辣，对他完全没有母女之情。握了握宁云初的手，海童说道：宁小姐，我对你是一见如故，很想和你成为朋友。以后你若有需要我帮忙的，尽管开口，我能帮的一定帮你，帮不到你，我会让人想办法帮你。战一沉还真是沉得住气啊，这么久都不动一动。哎，海童要是个男人，早就把宁云初弄入自己的臂弯里护着，不让任何人欺负他了。谢谢大少奶奶。宁云初没有如宁太太所愿，跪求海童原谅宁思琪。宁思琪毫无悔意，海童要是不起诉他，等他拘留出来后，依旧会想办法报复海童的。海童也是想到了自己家人的安全问题，他觉得他要是放过了宁思琪，就是放虎归山。宁思琪知道他会拳脚功夫，还有保镖跟着保护他，可能不敢再对他下手。他姐姐呢？洋洋呢？宁思琪也是年轻气盛又张狂，让他受到法律的惩罚，其实是在挽救他进去了，他才会明白过来。哪怕她是宁家的二小姐，哪怕她家里非常有钱，那只要她犯了法，一样要受到法律的惩罚。别以为自己是千金小姐，别以为自己家里有钱，那父母有点人脉有点势力就可以为所欲为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呀。大少奶奶，你忙吧，我不打扰你了。宁云初摸到了自己的拐杖，起身，我让人送你回你的花店吧。宁云初看不见，海童不可能让他一个人离开，他还在路口等着我的消息，总要去跟他说一声的。哎，大少奶奶要是方便的话，可以让2个人架着我扔到他的车前，然后让他们恶狠狠地对我说滚。海童微愣一下，宁云初是怎么知道他店里还有其他人啊？海童伸手到宁云初的面前晃了晃，大少奶奶不必试探我，我现在确实还是个瞎子。小姑姑听说神医近期常在 A 市出现，想去求求神医帮她治眼睛。小姑姑说就算遇不到神医，能求得神医的高徒帮她瞧瞧也是好的，神医师徒是她最后的希望了。治了那么长时间，其实她就模糊地看到一点了，只是还是看不清楚，依旧如同瞎子一样。饶是如此，她也欣喜若狂，对于重见光明总算有了一点点的信心啊。不过除了小姑姑，她就不敢让任何人知道，反正她现在也还像个瞎子一样，看不清看不见。宁小姐看不见，怎么知道我店里还有其他人啊？宁云初笑了笑，说道：我进来的时候听到了他们的脚步声，他们脚步沉稳，是男人，我猜应该是那大少奶奶的保镖。海童和沈小军对视一眼，听说盲人的听力很强的，果真如此。海童叫来了2名保镖，按宁云初说的去做，他怕保镖的动作过于粗暴会伤到宁云初，还特意叮嘱着保镖，看上去粗暴就行，要手下留情，别真的伤到了宁小姐。宁云初虽说看不见，但她长得娇小玲珑，俏脸都小小的，是男人看到都会心生呵护怜惜。海童都恨不得代替小叔子好好的呵护宁云初。
大少奶奶，我们会控制好力气的。2名保镖护送卓宁云初走出书店，并把宁云初带来的几样礼品一并带出来。很快，2名保镖把宁云初送回到宁太太的车子前方，然后把宁云初扔在地上，那些礼品都砸在了宁云初的身边。一名保镖冷冷地说道：“滚吧！”一名保镖嘴巴多一点，则是冷冷地说道：“亏得我们大少奶奶对你那么好，不是因为你啊，我们大少奶奶的车会被砸吗？你居然求我们大少奶奶高抬贵手，不识好歹，滚！”2名保镖转身走了。宁太太等2名保镖走后呢，她才下车，就走到了宁云初的面前，但她并没有拉扶起女儿。没办成事，宁云初坐在地上，摸索着想拿回她的拐杖。宁太太一脚就踢开了那根拐杖，一点小事都办不成，没用的东西。占大少奶奶被砸了车，她要不是会拳脚功夫，人还得进医院。她特别生气，不肯原谅。我求过了，但我和大少奶奶不过是2面之缘，实际上并无交情。大少奶奶岂肯给我面子？她坚持要起诉思琪，我都按妈说的去做了，于事无补呀。宁太太气恨地骂了宁云初几句没用的东西后，旋身就回车上，吩咐着保镖们：“我们回去。”妈，不要叫我妈，我恨不得从来没有生过你。你就是个扫把星，专门克我和思琪的。思琪都是因为你才会受这种委屈。宁云初，我告诉你，我女儿没好日子过，你也休想过好日子呀。宁太太说完，让司机开车，扬长而去。宁云初早就被亲妈伤得麻木了。对于宁太太说的那些话，她听着，但却没有了痛感。从亲妈身上，她才明白一件事，不是所有当妈妈的都会疼自己的孩子的。